哦。出一锅抢光一锅，出一锅光一锅。是钱财一分货。我说人不累就不叫人类呀，人活着本来就累呀，我们是人类嘛，人类嘛。这是在湖北省的云梦县啊，这是在这一条水果街上，这里有一家做锅块的，是一个女生做的，非常出名，老陈先生锅块。今天我们就看一下。老板，我看你那个牌子上写了个放心油、放心肉、放心吃。是的。这就是你的开店的一个宗旨口号是吧？有一个4个、2个、6个、10个、14个、16个、17个，17个吧，然后还差人了，刚才是。这个烧的是炭吗？烧的是什么？煤炭。煤炭是吧2个。这能烤几锅呀？这个炉子？烤一锅。只能烤一锅呀？最传统的一种炉子。哦。这还是从外地拖回来的。哦，你这炉子用多长时间了呀？这个炉子？这炉子刚刚用了1年。你烧了1年呢？哦，烧1年烧成这个样子了。劳动强度太大呀，劳动强度太大呀。点2个，装4个。这些盘有多少个呀？这是个水的，1块钱1杯的，哪有豆浆味儿啊？2个还有没有？你看马上就，我知道。蓝莓味儿2个，蓝莓味儿，这是10分2个。一盘20个。发钱的人还想发，这有多的再给哈。啊，4个。下一单第1个8个是绿的，24块。你买8个自己吃吗？是给他们带的。家里还有。哦。早饭吃是吧？那个光这前面就得一个人 hold 得住。哦。后面他们就默默的做，我都卖了1000个。才卖1000个？卖那么多？1000个多少钱呢？3000块钱，3块1个。3块钱1个哦。这个做这个叫什么？你们这叫什么饼呢？这个叫鲜肉锅块。鲜肉锅块，是你们云梦的一个？不是，是我在荆州去学的。那你当你女孩子做这个，你不苦不累吗？人不累就不叫人累了。不是我招徒弟，但是我要讲缘分。哦。缘分到底教？对。每天有很多人来让我教，我就说了，我没时间，没有，他是我第一个。第一个。因为他情况的比较特殊。怎么特殊嘞？因为他有困难，所以我就想帮他。哦，想帮助他是吧？对。让他赚到钱。对，说白了，这个东西你赚钱是其次的，你要凭双手赚钱，你不能投机取巧，或者一心的为了利益。其实我说徒弟比这卖娃娃赚钱多了，但是我没有。我的师傅曾经就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我是你，我早都发了，你还是现在在这做，你做线上不比线下赚钱多了？我说是的，但是人要凭良心。你问他跟了我2天，我每天肉都是早上4点钟他跟我一起去买的。是。真材实料。真材实料。他才来了2天。他是我收的第1个，也可能是最后一个。这个地方。每一个称重。是多少克一个是？85至90。做这个锅块的话，一个人做不了吧？做不了。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还。我看你们都要配合是吧？早晨到现在卖了多少个了？大概700个吧。啊，早上到现在卖700个了。哇，早上现在都卖了700个。这才几个小时啊？就是800个嘛。啊。没卖完呢。哦。3个小时卖700个。中午晚上有没有？中午有，中午也卖的挺多的，晚上没有了。这一盘多少个呀20。为什么我就做了一种口味啊？因为师傅说了的，把一种做到极致也是挺棒的。他希望我能做到极致。专注专一嘛。你做多品种的，做的不好也没人来。这是还有就是做不忙不过来。这个是什么水啊？这个是不辣的辣椒水，它是颜色好看，然后沾一下芝麻，烤着吃着香一些，口感棒一点。辣椒水。就是你看它颜色烤出来金黄金黄的。搞这个赚不赚钱呢？赚钱，但是赚的是辛苦钱，不赚钱我疯了。有没有3毛钱利润一个？1
1块3毛。那一天也要赚个千把块钱吧？哪里有钱嘛？啥哪里钱？一个1块，1000个不是1000块。你多大了呀？36。你之前做什么？在银行上班了。银行上班？银行上班出来干这个？银行是表面光鲜，内心痛苦。前台、大堂经理、理财经理都做过，客户经理都做过。那不是天天跟钱打交道吗？对呀。那看到那么多钱，是不是然后想赚大钱自己？不是，当时在银行上班只是一个职业，钱只是一个工具，看钱并没有什么感觉，是钱才是生活。不想赚大钱？不是，我不是不想赚大钱，也不是说非想赚大钱，只是做一个事情做的有成就感就可以了，明白没有？比如说我卖这个粑粑，他来学，我如果把他教的摆脱的困境，他也跟我一样的话，那我就很高兴了，真的。对，那比赚1000万还高兴。就是让他也赚到钱，对，摆脱困境。自己的人生价值，人这一生不一定只有钱。我赚钱这么努力，只是为了生活而已，并不是说我拥有多少钱我就一起快乐，并不是。说白了，我天天在这做粑粑，我赚再多钱没时间去消费，也没用呀。如果我在这做哈，这阿姨们她也没什么压力，她赚个菜钱也可以跟我在一起沟通感情，多好呀，对吧？我可以遇到不同的人，交到不同的朋友，对吧？他是湖南的，说不定哪次我到湖南去没水喝没饭吃，他可以接待我。那个你在店现在几个人做呀？你们这？就是正常情况下4个人。4个人是吧？这是我公公婆婆放暑假了，小朋友就上学，他在帮忙。你弄也等一下，才去哪儿？我装那个我要练长时间。没事，哪块钱过的？5.6块没呀？出一锅抢光一锅，出一锅光一锅。是不是比你在那个银行上班赚钱多了呀？那也不是赚钱多呀，就是要自由一点。自由一点。其实我这个人，是一个特别就是很随心、很随意的人。就是蛮多人都不支持我搞这，我非要搞。你老公支持你吗？当然，现在支持了。他不支持的时候也有，但是他不支持也无效。就是说我非要试一下。他为什么不支持你啊？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养活我。您是什么文化呢？上了大学的，毕业了以后在银行上班。是哪个大学呀？湖北工业大学。在武汉是吧？我爸就一直不让我出来，因为他们老年人就是老一辈的思想，就进去不容易，比较体面嘛，不用风吹雨晒的，就是那种，他就不让我出来。然后我结了婚以后，我生了我第一个男，我就没搞。2锅。2锅都快，我的要不要？这是一个人买的是吧？对，他买那么多的，看，他买喝的也买。这多少个呀？10个，这10个算少的，中午还多些。最多的一个人能卖多少呀？这是一个人买40个的都有。3个干3个袋子。还2个抓了。对，我们也有2个。这是我们过来的第6锅，我感觉是又完了。这是刚才买的那一个陈家锅块啊，这个锅块不是很大，然后煎的颜色挺好的。当时有点热，拿到车上吃了，3块钱一个啊。外边是焦焦的，里面有一条是卷的肉。锅盔做的形状跟别的锅盔不一样，它是先做成一个条状，然后卷起来的，然后里边的肉又有1、2、3条。它里边放的那个小葱、葱花，还有外边沾了一层芝麻，特别香。早上我吃过饭了，然后不是很饿啊，但这一个还是很轻松吃下去了。如果我很饿的话，估计要吃2个了。它里边这个面呢，吃着特别柔软。它这个锅盔里面放的肉的卖3块钱一个啊，虽然个头不大，
但是我觉得价位还是很划算的。如果这样一个锅盔的话，放到任何一个城市的话，大城市可能要5块钱以上了。下午还有几车呀？下午还有1车。一天3车了。你去买这么多带到哪里去啊？我上几点？都是拿到外地去的。对。哦，那么多呀！真空包装。这么多，我们就是限量卖，就是一天卖到4点就4点关门，卖到5点就5点关门。哦，平时一天多少只呀？300只，就300只，卖完就关门。就是每天300只卖完就算了。对。哦，不多做。那没事。这个椒麻鸡是你们自己独创的，还是跟师傅学的呀？刚开始也是跟别人学的。跟别人学的。然后自己稍微再改良一下。每个地方的口味都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口味比较迎合，就是大家都吃的回头肉比较多一点。对，有麻辣有麻香的。就是有专门是麻味的，没有辣味的，完了还有麻辣的是吧？对，我们平常快递也挺多，都是我们就是本地的往外烧的，然后回头客加微信的特别多。多少钱一斤呢？26。26斤，一只鸡大概有多少呀2斤左右。就是50块钱左右。50多点。大的都56、7了，有的昨天是卖快68的。那是非常大了是吧？对。这是几只啊？这是8只。8只，400，450。427。不合50块钱。427啊，50块钱一只，50多，买这么多呀？你先给我称几个吧。有几个？你怎么买那么多呀？我每次来家来，我都买10几个、20个的买。啊？几十个买。我要送朋友啊。对。做你的朋友真好。还有俺家这牛肉。你去买这么多带到哪里去啊？我上济南。济南呐。 5个是吧？5个，280。吃的好吃的下次再。好，再来。汉子，拜拜。我们在曹县是首家卖麻椒鸡的，现在也确实挺多的，有的模仿我们家牌子的，还有是模仿我们家包装盒的，我们家量都看出来了。但是我们家在麻椒鸡，好多顾客都是说吃了别人家的就吃不中，都是来我们家。最远的客户从哪里跑过来呀？一个是搁四川，他是搁四川回来，他老家是天津的。在这还买了有20多。每次都是。特意拐过来买的是吧？对。从四川回天津，然后专门跑过来买麻椒鸡。对，他老婆让他过来买的。就爷他老婆吃过。还有比较那个，快递都不要发，就是郑州的顾客，就是每次就是都开车来买，就买3、4个，每次都是想吃的时候就开车，情愿花几个小时路上吃那个新鲜的。但是我们家老顾客菏泽的、山县的这附近的。他们就是本地都有卖了，现在是全国各地都有了。但是他还是在我们家买，每次都是开车过来。现在人都有条件了嘛，他注重的是口味儿。你把这个味道怎么做这么好啊？我们家一直就是保持，就是说什么都在涨，但是味道就不变。那你教过徒弟没有？也教了，也教了6、70个了。6、70个？对。他们都是回家自己做这个。对，我的学员好多都开分店了，一天就是开业。我们问他，我周一天开业就是平常开了2个月了，大概就是他们一天量就在100多以上。那可以啊。他们现在我说怎么样？他说，师傅那个回头客比较多，
我说只要有回头客，你们就不用害怕。这徒弟也都是外地的是吧？都是外地的。本地的。本地。没事姐，车上来的管。没事，车上来的管。哎，老板娘，给我来一次吧，来一次小一点的啊。好嘞。给包一下啊。这多少钱？这55。55啊，行，给包一下啊。这个利润还可以吧？觉得。每天如果卖1万块钱，他们赚个2、3千块钱也就，是吧？可以，那还可以，比干别的好，强多了。30%利润就不错了。可以。现在是因为这个鸡涨价，现在都是比较贵一点。一个月能赚个10来万，比干啥不强吗？对，就是比较辛苦一点。现在就是晚上3点、12点睡，3点就要起。啊，对，这个起老鲁。3点就要起来，就是出锅了。哦。多少个？这个是12只。12只，一个人买的。对，一个人买。其实这顾客挺多的，我们家老顾客都。这是买去送哪里去的呀？送到这个山西大理。山西。对。陕西。陕西。这个你要给他送过去是吧？这个。因为是那个我们老家他们要的。对，这个比较常有，是顾客是越来越多，是不是？对，可以给老板高价。你要便宜点吧。多久来买一次呀你？多久来买一次呀？我吃经常来买。刚买一车，又来一车。这第几车了，老板？第二车。哦。下午还有几车呀？下午还有1车。还一车？还一车。一天3车了。加工厂不停地做呀。都买麻药了哈。1盆、2盆、3盆、4盆，然后这边还有，全是鸡。哪一个嘞？要哪嘞？辣的好吃还是不辣的好吃呀，美女？辣的吧。辣的好吃呀。美女，经常来吃吗？啊，对。他家为了好是吧？是不是一个肚子里边灌那一把花椒是吧？对。那一把花椒多少钱呢？大概有10块钱左右吧。有青麻，有红麻，红麻比较贵一点。哦，本来麻椒就贵是吧？对。红麻比较贵。我怎么感觉麻椒比鸡多了，贵了呀？那肯定比鸡肉贵多了。你真舍得放啊，放那么多。但是出这个味道，不用害怕那个，就是说多麻椒多，这个味道出的好就行。这麻椒在哪里买的？在那个四川。啊，就是产地那边是吧？对，产地。咱每次大概能买多少？5、6万。买5、6万嘛？对。大概能用多长时间？用1个多月。你能吃到了？啊？这是辣的吗？对。对，越拌越辣。哦，越拌越辣。对，越拌越麻越辣。没吃过，正宗的都是俺家的，他是后来才买的。他那个地方吃的不方便啊，就带回来自己撕着吃。哇，这里面全是花椒、辣椒，看这花椒、辣椒好多呀。怪不得老板说花椒比鸡贵，一半花椒一半鸡，把它撕一撕，拌一拌，自己撕着真是过瘾呢。现在我都流口水了，我就不撕那么小块了，我觉得大块啃着更过瘾。我得把它稍微拌一下，我怕又麻又辣受不了。椒麻鸡开搂了啊，全是花椒辣椒的，弄下去。麻，过瘾，有点辣味儿。麻的、辣的，还有点回甜味儿，还有点五香味儿，这个味儿还不错。再来个鸡翅吧。
鸡翅膀比那个鸡翅好吃多了。这个是鸡胸肉，看有没有腥味儿，好不好吃？鸡胸肉吃着也不是很柴辣啊，有点嚼劲，然后腥味儿的，特别是麻味儿。它这个麻味儿啊，很麻，但是不苦啊。有很多菜花椒放都会苦，因为它这个花椒的品质应该比较好，然后也处理的比较好，没有苦味儿，麻。那这个岛鱼是你创造的？你们就是跑70公里专门过来吃饭是吧？啊，烧饼一般是加肉吃，今天把烧饼加鱼吃，加虾吃。这里面的鱼是真能吃下去？能吃的吃。就这么大一个？这是在山东临沂，这应该是山东最大的一个大集了啊！从这边到那边望不过去啊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这边一条都是卖水果的，这应该都当地产的水果吧？那边刚才应该是卖杂货的，然后我们要去往那边去找那个岛鱼刺，小胖岛鱼刺。这边的大集是几号开始？初几啊？这边也是焚3·8是吧？哦，和我们刚才去的，和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叫什么地方呢？叫许庄。对。你们家主要特色是什么？丸子汤还有什么？岛鱼刺。是咸鱼岛吧？对。是把鱼刺捣碎了吃？对。吃鱼刺都可以吃？对，都炸酥了。哦。小胖你多大22。22岁哪一年？96年。99年。属兔。你就是摆这个大集摆多久了有4、5年了，那就17、18就开始了。对，以前老一辈就干这个。老一辈干。你父亲就干这个的？爷爷是干过。也是干大集的。你是跟他们学的吗？对。祖传的。但是这个岛鱼是你创造的？是我自创的。这两个最少。你这平时都是。这个这3个菜多少钱？你们点那个？不知道，没问。也没问啊。你们也不是本地的是吧？我们是谈城的。谈城的。哎，刚过来。谈城到这儿多远呢？过来？71公里。你们就是跑70公里专门过来吃饭是吧？啊。小胖岛鱼。打个电话说30点收摊，怕来不到。岛鱼刺必不可少。是什么鱼？岛鱼刺的？黄花鱼。海鱼吗？是吧？黄花鱼和肥莲。这边不靠海，都是鱼干是吧？都是腌制好的。哦，腌好的。这就是鱼肉是吧？对。我以为是一条鱼啊。都半成品了。啊。这个好香啊！这是论份卖的是吧？这件份多少钱呢？10块，这就是10块钱的。这边应该有个半条鱼，差不多。一条多？一条还多啊？卖这么便宜啊？这有多少个品种啊？都卖的差不多了。哎，20、30个，都价格不一样吧？对。荤菜什么价一般都？15、20、30。哦，15、20、30都有。素菜呢？5块起步啊。一般就是3、4个人吃一下，也就100块钱不到。对。看有什么菜？你夏天穿这个衣服，冬天呢？冬天穿马甲。也是这个颜色的棉袄是吧？对。这边你们这个集叫什么集啊？费县大集。就叫费县大集是吧？就下次知道到费县大集里面要找穿这个不叫棉袄，穿这个花衣裳的小胖子，尝尝他的岛鱼。今天中午生意很好是吧？对。王子通。那你今天中午炒多少菜啊？今天炒了有200来份吧。200来份，几千块钱有。啊。那炒2个什么菜？我们这还有个什么吃点猴啥的呀？这猴卖没了。没了。
哦，知了活也是特色是吧？知了活是油炸的，油炸知了，下酒菜。对，这个什么呀？这是红烧鲅鱼，山东的特色鲅鱼。红烧鲅鱼，大肠是吧？大肠还有吗？还有点。就那个是吧？哦，那个多少钱一份大肠？20、30、40。那炒一盘吧，你看着炒吧，好吧，炒个大肠。早晨几点吃汤的？这是4、5点钟吧。4、5点。那这会儿忙到这会儿已经没什么劲了，好像。煮汤丸子汤是什么丸子呀？豇豆萝卜馅。哦，豇豆萝卜。小胖，这里面有没有配菜呀？也有是吧？这是这盘多少钱能给我炒的？20的，好多20的你搞的。大爷，给我们来一碗丸子汤吧。好的，沙拉椒盐是吧？都要。这丸子汤几块呀？5块是吧？丸子汤，你这个我看这个汤是清汤就是吧？那这个是什么汤啊？这里边这个锅？不是这个汤的话是清水吗？还是熬的什么东西？没搞东西吧？啊？老汤。哦，老汤是吧？哦，每天丸子就在这个汤里面煮。这丸子你们自己炸的？啊，自己做的。我还放这么多料里边是吧？好多调料的。哦，这样一排夹过来。这边集了38是吧？对。每个月的就是初8、18。初3、初8、13、18、23、28，6天，6个集，就是一共干18个集。你看生意好，导游一天能卖多少份啊？100份吧，100-200份一天。这个自己发明的菜就不得了。这个白口吃的话有点咸，但是一卷饼吃好。对，卷饼。啊，你发明的目的就是给它卷饼。卷饼下酒菜。哦，下酒菜啊。有下啤酒。不是有没有人学你的导鱼吃呀？有没有人学你的呀？有，也有。这整个是小胖的一个场地啊。现在时间已经下午的3、4点钟了，然后基本上没什么客人了。小胖也准备收摊了。小胖，你吃的中午饭还是晚饭呢？中午。4点钟才吃中午饭。这做这个还挺辛苦的，还是。太累了。太累了是吧？确实是的。一赶集是这么晚吃饭是吧？阿姨，你喝的是酒吗？太累了也是吧？喝酒解一下乏。喝汤锅。说成。你给多上他又给溜了。你应该找个女朋友了呀，给你帮忙了好。你看。随便。啊？随便呢？你不想了？倒一次。这个。这个要配煎饼吃。倒一次配煎饼啊，一卷，它那个鱼刺都可以吃掉的啊。对，这个你们这2个完全就是下酒菜。绝对是喝酒啊！喝酒的，喝酒菜。8、9、10来个人，这里面的鱼刺真能吃下去？能吃，绝对能吃啊！能吃，不会卡着？对，不卡人。不卡人，你吃我看一下。来，我怎么感觉有点啊？来展示一下，就这么大一个。欧里给，弄了。我要拍着你全能咽下去。太香了！啊，真不炸呀？不炸，它炸酥了。哦，香不香呢？香，太香了。太香，香的没看见喝酒。对呀。来，搞起来，搞起来。一来这里菜上了，就遇到浩科的山东兄弟，是吧？4个菜，2个倒鱼刺，1个肥肠，1个虾，然后1个丸子汤。那真有鱼刺上面。不要那叫锅饼，这才叫烧饼，这才叫烧饼了。咸、香、辣。对呀。它这个鱼是腌过的，吃的香味还是比较重的啊。这个是肥肠，更配。好，加紧了，好有嚼劲啊，味道有点重啊。小胖家的这个什么祖传的炸丸子是吧？丸子汤，吃不出来什么东西做的，面粉，这是不是面粉做的呀？绿豆。绿豆，
这是什么虾？啊，这虾仁说起来什么虾？虾米、虾导弹，虾扯淡，对吧？虾扯淡。对了，来，喝起来，喝起来，喝起来！山东兄弟好客，这个是虾炒蛋啊，虾扯淡，吃起来很鲜啊，比较新鲜。烧饼卷这个虾扯蛋，还卷这个岛鱼刺。这是临沂喝的。烧饼一般是加肉吃，今天把烧饼加鱼吃，加虾吃，别有番风味。雪花也有点就像它真鲜吃。岛鱼刺来吃过多少次了？啊，来过多少回这里？季节来，每一季都来。每季都来，就本来岛鱼刺来了。不吃别的，就吃这个。对啊，来了第一个菜就要岛鱼刺，嗯，然后才要一个小虾。